大家好，我是 Leo， 欢迎来到 Inside。最近 Inkmat 公布了2023年最受欢迎的10大纹身。如果你不知道 Inkmat 是什么的话，他们是在英文社交媒体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纹身相关的杂志。然后最近刚好我的好朋友 Yuki， 也是我们之前某一期节目的嘉宾，回到了阿德莱德，然后我就今天邀请了他来和我一起看一看这10大纹身都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先从第10名开始看吧。这个就是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2个线条的组合，我感觉是一个以创意为主的纹身，其实就是2个人得拥抱在某一个位置，然后就组成一个圆。但是我觉得这个纹身本身而言，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两条线。其实这个代表的一种意义吧，可能2个人那个是一家人啊，或者亲朋好友什么的团结在一起。但这个纹身呢有一个问题，这其中一个但凡瘦了或者胖了，这就合不上。对，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但是我觉得对。毕竟它这个是一个怎么说最受欢迎的排行榜，然后我感觉这种类型的纹身可能在西方还是比较吃香的。第9名，这个纹身我感觉是最近几年在欧美或者说全世界吧都比较新兴的一个新的风格，就是那种2次元或者说动漫写实动漫的那种纹身，然后它可以非常高精度的把那些动漫人物就直接复刻到你的皮肤上之类的，而且一般。对，这个有点像是那种 New School 的那种风格，就是从 Old School 改良过来的嘛，然后颜色更鲜艳，然后更这个就是更立体，看着像真的那种似的。对，我感觉这种我挺喜欢这种的。你这种对这个我感觉它排在第9名，低了点。对，我觉得这。我往前肯定咋说呢？对我来说，以纹身的角度来说，它比第10名那个要领先太多了，就是不是一个。对，因为这是纹身嘛。对，那个小孩画画的，那个完全就是可能意义胜于它的纹身本身。第8名，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因为它那种层次感特别好，就是你看那种漩涡，然后它的那种每一层的那种堆积感。特别好，然后除了这之外呢，它有那种对比，就它泼墨的那种是特别实的一个颜色，然后看着特别的硬，特别的粗糙，特别那种感觉没设计过的，就像随便一泼。但它底下那种有层次感的，又像是非常经过精心设计的，就这种漫不经心和这种精心设计的这种一结合，就让它这个对比冲击那种。对，有就是有软有硬。然后这个是第7名，这个应该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纹身，就是一张非常怎么说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张脸，它就直接给纹了一个满背，然后它的色彩细节都非常的好，就是怎么说呢，配上这个音乐，它就真的能给你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能够说明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纹身了。然后，而且我感觉就是把直接一张脸纹一个满背，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当它所有的细节都放大了之后，你如果纹得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实际上看起来非常的粗糙。但是这个纹身就各方面我觉得都做得挺好的。对，首先这肯定是一个优秀的纹身师啊，这肯定毋庸置疑，纹得肯定好。然后它这个图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从每一个距离去看的都有不同的效果。你要离得很近的去看，你会发现它的这种鼻子啊、眼睛啊、血管啊，然后整个这个细节看得很清楚。但你要是稍微再离远一点，可能你看的这个整体感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眉毛啊、鼻子呀、嘴呀，包括那种血的那种，就更整体一点。但你要离再远看，那它其实看着就更像是一个这种活灵活现的这种脸了。对，就是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特点。下一个是一条花腿，是一个色彩非常丰富的一条花腿，但是这一条
我当时我先不说，就是这条其实是有争议的，我先不说那个争议，就这个纹身本身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它色彩是冲击感非常强的，特别是它腿部就是小腿那一部分，他想纹的应该是一个那种天主教的那种教堂的玻璃顶的那种感觉，或者那种玻璃窗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就渐变到了一个骷髅。我觉得它本身的色彩细节各方面都是冲击感还是挺强的，但是当时我在看到这个纹身的时候，比较大的争议就是这个纹身其实你刚开始看它，刚开始第1、2秒的时候，你看它腿部的那个小腿的那个左侧的，你会发现那里动了一下，移动了是吧？对，然后很多人就怀疑他是不是用了滤镜，然后当时滤镜没对上焦，所以所以它这个颜色可能是滤镜的效果给弄出来的，所以这个对，我就不好评价了。这个对我也不太好说。你要是从艺术感角度，我觉得这更像一幅画。它作为纹身，尤其像腿这种，就是它大腿比较粗，然后小腿又比较细，它就丧失了一点点那种整体性。它看着就是感觉上面是那种很宽，但到下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到后面又脚踝上就变得很小了。对，要这么看，其实离远了看它并不完整，它看着都是比较片面的那个角度，它不会说像一幅画铺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可能纹在后背上或者前面会好一点。对，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它一整个可能纹身你就一眼能看到，对，就不需要可能像它这种包起来，你得转一圈才能。因为这种我觉得比较适合让它就是在你看的同时，你能看到整个的画面，比看到比如说只看着某一个细节那种会完美很多。是这种，比如说要穿上裤子短裤，它只露下半边，其实看着就有点不知道它是干嘛的。这个的确是不是？的确，但它这个颜色的确是冲击感非常的强，因为它其实有很多部分，它一小块区域里面有好几个颜色，所以可能很多那种观众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被它震惊到了之类的，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多人点赞之类的。是比较这种吸引注意力的一个纹身。那倒是。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第5名，这个是一个曼陀罗的那种曼陀罗花的那种纹身，然后做了一个伤疤的遮盖，就面积也挺大的。我感觉这几年在西方这种风格的纹身其实挺流行的，然后而且我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纹这种纹身的人，他会纹得非常的专一，就是他如果身上有曼陀罗花的纹身，他一整个身体全都是这种单一的就曼陀罗花，然后不同花纹的那种纹身可能。其实我要从那个美观角度去看，我其实是喜欢这种的。你看，就最后的这个镜头是他穿上衣服，对吧？或者说他没有全部的展现给大家。就当你就是说这种设计是比较适合怎么说？如果一眼全部看到很好看，当你穿上衣服之后，你可能比如说露出一小部分你的皮肤，那其实那一部分的设计，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不会让别人觉得这是突兀的或者不明白他要干嘛的那种，就是不管露任何一块皮肤都会觉得好看。所以我还是想说，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好看和美观得体，这是第一位，就是纹身里面，然后这个意义，这个是第2位。我觉得对意义感觉通常都是对那种只纹1、2个纹身的人，或者说不是那种真正的纹身爱好者，他们会更追求意义。对，当你纹身纹了多了，你这根本就不太在乎美观比较对，当然是第1位。第4名的话是这一个我感觉是也是前几年突然开始流行起来的，就是带一点创意在里面的那种纹身，就是它纹身本身会结合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然后变像一个机关一样，就是通过你身体的移动啊或者什么转变啊，会让这个纹身也发生转变。然后这个就是我感觉是属于那种类型的，就是你腿一伸直，这个甲壳虫就张开翅膀这种。这像我之前说的，比较在乎这个人的体态是否能一直保持统一。对对，你就想他如果再胖个20斤可能还好，胖40斤或者瘦40斤，他这个就合不上。就永远看到他露一截翅膀在外面，
可能就没那个冲击感。对，全塞肉里面了。对，这个的确是。这种呢就不，反正我是不考虑这种，因为，但是这种对于那种可能没见识过这种纹身的那种人来说，他张开翅膀的那一瞬间应该是会挺震撼的，所以我感觉可能有不少就是可能没见过这种纹身的人会被他就是震撼到，然后可能给他点赞之类的，所以这个排名还挺高的。因为我见过比较多这种类似的纹身，可能在我这他排个第6、第7这样子比较合理。我也差不多吧，中后道。第3名这个，它上面一开始也写了这是一个 experiment， 就是一个实验性质的纹身，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纹身不说别的，这是我这几个纹身里面觉得最疼的一个纹身，因为它是想在黑色的这个基底上面做这个纹身的实验，所以它先铺了一层黑色，然后又铺了一层灰色，然后再在这个上面再铺红色去纹身，所以是在同一个地方其实纹了非常多层，这看着就应该是巨疼的一个过程。这跟刚才伤疤那个是反着的，对，那个是长了伤疤要纹身，这是纹了身变成伤疤。对，就这种感觉。这估计我这个不，对，不建议那个，这我不敢试，反正别人应该，因为这个对纹身多人知道，这线条粗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凸起啊。像这种它会等于就是一层线条叠一层线条在一块儿，等于是很多同样的地方被扎了很多次，那这样凸起会很高，可能都是那种几毫米的凸起了，而且这种在比如天热的时候或者喝酒的时候，它都会很痒，对，会痒，然后一挠就更凸起了。对，但他自己说了这是个实验，所以对，因为我感觉你就算要纹这种类型的纹身，你要不就是纹一个玫瑰，把剩下的空白给它填黑就好了。你没必要先纹一个黑的底，再小一点吧，有点大了。对，这个或者就是你先把底纹了，过2个礼拜恢复好了，再在黑底上再纹玫瑰。我觉得这是对顾客的不尊重，尽管顾客同意是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吧，反正我觉得如果自己同意，他自己对自己也不太尊重。我觉得是这个其实这个的确争议挺大的，当时下面评论都在问说，想看恢复以后到底长啥样，就这个其实是很难说这是一个好的纹身还是不好，因为他自己也说了是一个实验一样的。下一个这个纹身我感觉就没什么好评价的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纹身，它应该就对于这一对不管是父女还是爷孙吧，就是这一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纹身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纹身，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旁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纹身，可能就我上去都能纹出来的这么一个纹身，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评价的，就是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大家如果看字幕能知道它这是，对吧？这是跟他的这个祖父还是什么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对，反正这个怎么说呢？见仁见智吧，可能打动到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感动到了他们，但是纹身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纹身。第1名其实好像是一个重复的类型，也是一个伤疤遮盖，然后也是这个曼陀罗花的纹身，但是可能这一个它纹的位置是在背部，或者说它这个伤疤更大一点，所以它可能更受欢迎。但是这个我感觉基本上就。我想说的和前面那个是差不多的。对，你看，你看它的伤疤的这个痕迹，这个形状跟它的图案其实很吻合的。对，这等于像是给它量身定做的一个纹身。然后呢，你看底下字幕不也说吗？说是那个，就感觉这个人焕然一新了，给了他这个重新的这个面对所有这个别人的这个勇气。对，所以可能他这个纹身可能跟比如说第2个也是类似吧，就是更多的是它的意义或者它带来的那种正能量，就感染到了别人。就纹身本身来说，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曼陀罗花的纹身。但是如果一个纹身可以让一个人，更有勇气，或者又像这种本来他平时之前是很没有
勇气面对大家的，暴露他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的。对，通过这个纹身之后，他有勇气说让我有自信了，我可以让别人，对，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不会再胆怯或者说去躲藏，对吧 ？OK， 这就是Ink Mag 选出的，也不是他们选出吧，就是根据他们的粉丝点赞数量排名的2023年的10大纹身。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不知道这些纹身的排名和你们心目中的排名是否有出入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排名、你的看法。以上就是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